肺病的结局是心受累，慢性咳嗽的朋友要注意，中药散邪有功。我们这些个老肺病都是因为小时候感冒咳喘治得不好，每年咳嗽加起来够3个月连续咳嗽2年以上，千言不语就是慢性支气管炎，其中咳嗽和痰的是慢支，以喘为主的是哮喘，既咳嗽可痰又哮喘的，这叫传习性支气管炎，现在叫做变异性哮喘。这些小孩因为食治误治，千言不好，完了就是老支气管的病，我叫老肺病。它时间长了就出肺气肿。肺气肿的意思，我们胸口是扁平的，因为慢性咳嗽，肺的张力高，就成了一个椭圆形的了，叫桶状胸。这个桶状胸就像水桶一样的胸。这个肺气肿出现这个体征不需用治疗，里边肺的功能、心脏功能好就不管它。它说肺气肿你就是没有或者有，只要有咳喘痰你都得好好治。另外我说的慢支肺气肿，再下去就出现肺病累积到心的肺心病。这肺病累积到心是我的提法，可能大多数中医不这么说，但我既然这么提了，有它的道理，说起来通俗易懂，谁都能会。肺病累积到心以后，早期是肺心病，发展下去就出心衰了，心衰就出水病了，水代谢不掉了，分1度、2度、3度心衰。出现这个心衰的情况，尤其到3度心衰到中末期的肺心病了，不好治，而且有生命危险。再从慢支到肺气肿到肺心病心衰这过程中，不论哪一个环节你要有类似病，务必好好吃中药，因为这个中药治的是根儿。西药消炎止咳平喘用激素，用止喘药，用消炎药，只能逐渐加重病情。早期的肺病咳喘痰，因为是上焦的表症，上焦的表症大家说肺主皮毛，我的观点不对。表位的病，一是表现在外表的皮肤毛发骨骼的问题，二是上焦表位的肺的问题，这2个是表位下的2个症状，不是谁管谁的事儿。那既然肺病咳喘痰是表症，那么表位最常见的2个病根，一个是表位伤寒，无汗怕风怕冷脉浮紧病根下的咳喘痰，第二是表位中风，汗出恶风恶寒病根下的中风病根下的咳喘痰。针对伤寒病根下的要用麻黄类方，中风类的要用桂枝类方。这样我们在治慢性咳喘痰的时候，用了麻黄类方或者用桂枝类方，就是要解表，把表位的寒邪风邪甚至湿邪发出去，病根断了。后边的方子里边还有一些像小青龙汤，有止咳的药，有化痰平喘的药，这是叫标本兼治，治了表位伤寒或中风，也治了上焦的咳喘痰，这样才能断根儿。那么到了后期肺心病心衰的时候，心脏受累重，出心衰了，肺病可能也有，心衰也重，危重的时候要先治水。我们肺病一直到肺气肿、肺心病，经方中医治疗大约是这个思路。你家有类似病人，务必不能死套方，一定好好找医生给看看。另外治病不要死心眼不要因为我喘病就用什么小青龙汤，我要是头痛就用什么桂枝汤，不要有固定思路。症状组成不同，病根有区别，方药思路差别大，要活用经方，要多想一想该用是不该用，用准了效果才好。我说的对吗？再见。